这个是在马来西亚吉打州 Guilin CKD 本地组装的第3代改款版 Porsche Cayenne， 最新售价从599千起。那今天 Porsche 马来西亚就主办了一个2天1夜的 Media Drive， 我们就从 KL 开到来怡保，再开回去 KL 这样子。所以这次就安排了5台 Porsche Cayenne， 然后每一台车子有3个人，所以整个试驾会比较匆忙一点点，所以没有办法做太详细，我就主要分享我自己对于改款版 Porsche Cayenne 的看法。在2022年 Porsche Cayenne 在 Malaysia 一共卖了798台，其中有550台是 CKD 本地组装版本。也就是说，除了这550位买 CKD Porsche Cayenne 的车主之外，还有250位是选择了更加高配、能够更加个性化的 Porsche Cayenne。因为 CKD 的虽然有标配很多东西，但是颜色就只有黑色、白色跟灰色。然后标配是20寸，你可以花45千升级到21寸，花49千升级到22寸这样子。那影片开始之前，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来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let's go。所以我现在开着的就是第3代改款版的 Porsche Cayenne。那我在7个月之前上传了这个 CKD Cayenne 的影片，然后在那个时候过了1个星期，就是上海汽车展。然后我也在上海的时候就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改款版的凯亚安。那今天就是 Porsche Malaysia 主办的 Media Drive， 一个2天1夜，我们从阿拉达曼沙拉这边我们开去怡保，明天再从怡保开回来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在2年之前，这个 Car Plus Dot.My Editor Choice 的 Luxury SUV 的得主是Mercedes GLE。那在去年，也就是2022-2023年度，我们给的得奖者是这个 Lexus RX， 因为这台车子还没有改款嘛，所以它也可以算是我们2023-2024年 Luxury SUV 的一个入围者之一。那可是我们就这个价钱上来讲因为之前 CKD 的时候大概是500千左右，550千这样子，可是现在 CKD facelift 之后呢，它的 starting price 是599,999，然后 insurance 刚才我看到 company register 大概是16千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价位来讲，它在 Malaysia 的同级对手基本上都是 CKD 啦，像 Mercedes GLE 450 CKD， BMW X5 xDrive 45e CKD， 然后Volvo XC90 严格来讲算是啦，可是因为它的整个chassis 它的底盘构造，我不觉得应该把 XC90 跟凯宴放在同样一个篮子来比较啦吧。确实他们是属于同样一个价位的竞争者。另外一个 Audi Q8 就不用讲了，因为如果你不确定到底 Porsche 在 Malaysia CKD 之后车子便宜了多少，我们来看一下跟它采用相同平台甚至相同引擎、相同变速箱的 Audi Q8 3.0 TFSI。那台车子我上一次看到它的价钱呢是850千起，这个599,999，所以在非常少数的情况下，你会看到Porsche Cayenne 会比 Audi Q8 便宜很多很多。你去德国的 website， 你去英国的 website， 很少会见到这样子啦，因为这整个你知道吗？车子的定位来讲 ，Porsche Cayenne 确实都会比较 luxury 一点点。这台车子它现在用的依然是 3.0 liter V6 的 single turbo 的这个 turbo 引擎 ，of course。但是它的马力扭力有稍微加强一点点，现在它就比之前多了13个 PS 跟50个 Nm， 所以就来到353个 PS 跟500个 Nm。当然价钱高了很多，但是它也把很多东西都列为它的 standard equipment， 像是现在有 Bose 音响，你不用另外再给钱，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这个是之前没有的，然后整个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然后 Curve Display 的这个电子仪表板等等，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讲，你买到这个 base spec 的 Porsche Cayenne， 你不需要再去加什么东西了啦，你要用到的 Matrix LED 现在是标配。那至于内饰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是 Full Black 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波多红色，就是所谓的酒红色皮革，那个是不需要再另外加钱，另外再去选配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觉得599,999虽然是怎么讲虽然价钱是高了很多，可是我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
即便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凯宴要 facelift， 我们看2022年它在 Malaysia 还是能够卖出550辆都是 CKD 本地组装的，所以这个售价毫无疑问的，它比 Mercedes GLE 多。那 BMW X5 X-Drive 45E 大概卖1200多辆左右。然后其实这个集聚卖最多的是 Lexus RX 啦，但是 RX 因为我们很难去 justify JBJ register 的到底有没有掺到一些上一代的还是这一代的。不过总的来讲，我们就撇除掉这个 Japanese brand Lexus、Porsche、Mercedes 跟 BMW 来讲，它绝对是卖得比 GLE 还要来得好的，因为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当他们已经从300多千的车子 upgrade 到400多千的车子，再来到500多千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驾了 BMW 10年、20年，他已经驾了 Mercedes-Benz 15年、20年。他想要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他要想尝试一点不同的东西，他要想尝试看看 Porsche 的售后服务如何，Porsche 的这个 logo 它赋予的能量是什么，然后身为一个 Porsche 车主买到一辆 Porsche， 跟他们之前过去拥有 Mercedes、BMW、Audi 甚至 Volvo 会有什么样的分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凯宴可以 target 到很多 Malaysia 的消费者。在全世界来讲，目前只有2个地方在组装这个 Porsche 凯宴，一个就是不是德国也不是奥地利是 Slovakia， 所以继 Slovakia 之后 Malaysia 的这个Gulim可以算是第2个可以算是完整组装一台 Porsche 凯宴的我觉得这个 plan 肯定以后是要 export 去泰国不知道新加坡，可能甚至 left hand drive 的 market越南、菲律宾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在它的这个 plan 里面因为我们看到 Malaysia 的 Mercedes-Benz 之前有 export 这个 C-Class 去菲律宾，然后 BMW 有export 一些 mini一些款式去泰国这样子，所以毫无疑问的，从刚才 KL 驾到来 Slim River 这一段，车子非常的稳，因为它有这个本来是 optional 的，现在是标配给你的 Power Steering Plus， 所以你看你开到很快，我现在开着150、148左右，它这个 steering 呢，它非常的 tight， 它很紧，它会根据你的时速去调整它的这个转向的扭力，所以会让你非常淡定。你驾着100有100的舒服，你驾着200有200的舒服。Highway High Speed Cruising Long Haul 来讲，我不觉得这个凯宴的 MVH 会有真的说比 BMW X5 比 Mercedes GLE 好很多那一种，我觉得是没有啦，更多的是 Porsche 这个 logo， 它赋予你的心理暗示，它给你的一种感觉。Of course， 这个 Jack F 的8速自动变速箱是业内算是一个最顶级的变速箱了啦，特别对于一辆 SUV 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 Porsche 的招牌菜其实是 PDK， 就是 Porsche 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所以会舍弃掉 PDK， 像马看不像马看这样子用 PDK， 很大原因是因为凯宴，如果你看它的国际媒体试驾很多，它都要强调 Off-Road Mode， 像我们现在标配的 Adaptive Suspension System， 它能够将车子调高，所以它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越野能力。低速行驶的时候，它要能够具备很多的扭力，所以这个也是不用 PDK 而用这个 Jack F 的原因。当然我自己觉得 Jack F 其实是比较 friendly 的一个变速箱啦，无论你要走快，你要很 sporty，你要玩0到100加速，当然不建议这样子玩因为还是很伤 gearbox 的。BMW 也是一样用这个Jack F 的变速箱。那 Mercedes，我觉得这个 Jack F 的肯定会比 Mercedes 的那个 9G Tronic 来的舒服很多啦。所以你摊开动力来讲的话，GLE 450是 3.0 L L6 Turbo。动力数真的跟它差不多，都是300多匹500 Nm。那 BMW 的话就比较有优势，因为它是一个 PHEV， 所以它加买到来也是大概300多匹，可是有600个 Nm。虽然 PHEV 你可以有e-drive， 但是它伴随而来的就是车子重，你在过弯的时候，凯宴肯定会比那个 X5 还要来的舒服这样子。就里面的使用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觉得很惊喜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太看耐小了，就是把太看的东西搬过来，像 Curve Display， 然后取消掉的那个用本来好像你知道吗？就是做一个假的 keyhole 在那边给你转来 start， 现在就变成一个 proper 的 start button， 然后它的 gear knob、gear lever 也是跟Taycan一样放在这边，然后其他东西基本上都是让它更加的修饰，
让它更加的优化，用起来更加的简洁，但同样还是有非常大面积的这种screen piano black 这种 high gloss black 的地方，会让到你在保养方面的时候可能要做一点 coating 等等。I mean 如果你去到 BM， 你去到 Mercedes， 可能你买到的那个级别，它已经算是一个最它那个 segment 里面我们不要讲到什么 AMG 还是 M 来讲，我觉得它已经可以到相当满足了啦。可是因为 Porsche 的话，你怎样多设备，它还是一个最 base spec 的。那坦白说，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开过 2.9 liter V6 Twin Turbo 或者是 4.0 liter V8 Twin Turbo 的凯宴，你从来都没有碰过那两个，这个 3.0 liter V6 is fine， 它绝对能够满足到大部分从 BM、Mercedes upgrade 上来的一些消费者。但如果像我讲的，你已经碰过了 2.9 liter V6 Twin Turbo 或者 4.0 liter V8 Twin Turbo， 我觉得这个动力真的就是麻麻得罢了，就是它可以，可是你不会满足啦，你会觉得我都花了500千 ，I mean 我都花了600千，对我来讲600千跟900千的距离，绝对不像6万跟9万的距离这样子啊。因为 CKD 还是有局限的，打个比方，像车身的颜色就只有黑色、白色跟灰色。这一次升级版的凯宴最大的重点就是它的这边是有 passenger display， 可是 Malaysia CKD 的是没有 passenger display。passenger display 到底重不重要？这个我们不要讲啦。但是因为你买这个车，你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有什么就给你什么。然后 Bose 音响700多个瓦，14个 speakers 的 Bose 很厉害，可是它不是凯宴身上最顶的 speakers， 它最厉害的是那个1000多个瓦，然后有20多个 speakers 的 Burmester 3D Audio Sound System。看 depends on 你用这样子的心态去看它。如果你用 BM、Mercedes 来看它，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Porsche 的 owner， 你拥有一台718，你拥有别的来讲，确实你会觉得这个凯宴还可以有东西给你去追求。OK， 现在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油中巴的路 ，road condition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handling。车子是标配了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然后在方向盘的右下角有这个 sport corner 的旋钮，你可以选择 normal， 有4个驾驶模式啦。像如果你去到 Sport， 然后它还有配合这个 Pedal Shifter。我觉得这个 Suspension 来讲是，因为这一次呢，虽然都是同样的 Suspension， 可是他们用了这个 Two Chamber 2 valve 的这个系统。那简单来讲，它就是让这个 Suspension 更加的能够去反应能力更加的好，然后它的 Comfort 等等都有照顾到。因为我相信每一次当大家在选择要买 Lexus RX 跟 BMW X5 GLE 之前的时候，他们最大的疑虑就是日本车很 soft， 然后德国车很跳很硬，然后它后面要载人要坐人等等，所以这个凯宴就有针对这个地方去加强啦。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路摆动起来，我觉得相当 comfort 的啦。因为我有开过22寸的凯宴，哇，差别真的是很大。我始终还是觉得一台 SUV 的重点还是要在于 comfort 多过 sportiness。Of course， 你可以买 Urus， 你可以买 DBX， 你可以买 Pro 上轨，没有问题。可是大部分的消费者买一台 SUV， 他们要的是空间舒服，就是能够 daily use 来讲，我觉得凯宴有在这个地方上去给它精益求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凯宴是一个会很挑、很不食人间烟火那种吗？不会，它有能够照顾到你相当大程度的这个 comfort， 这个乘坐的舒适感都可以。Keep rolling， 看。那非常感谢 Porsche Malaysia 主办了这一次2天1夜的 Porsche Cayenne Media Drive。So， 我觉得在2024年这个价位500千到600千，凯宴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其实在买一台车子，你要去 spec 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个 checklist，你需要从 interior、exterior 等等。那我觉得这个 Malaysia CKD version 的凯宴是一个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去看什么 spec， 你能够选的东西不多，黑色、白色、灰色。Interior 你要黑色还是你要波尔多酒红色的皮革？然后 rim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条件、使用习惯，20寸、21寸或者22寸，就这样子而已。然后你要 adaptive cruise control、matrix LED、adaptive suspension 等等，全部都标配给你。Bose 音响也有在里面。So 你问我它是一台这个价位里面最好看的吗？我
倒不这么觉得啦，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更加大台的Macan车头造型等等，整个设计也跟进了 Porsche 最新的设计，从 Interior 到 Exterior 这样子。So 我们就来看一看，接下来在2024年会不会有一个对手在500-600千可以给到这样子的东西，可以给到这样子的 driving experience。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我来在 Pick to Pressur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万卡。